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期的节目啊。我们根据之前的安排呢，原本打算是用3期的时间给大家回顾，就是 JKT48 在那个新纪元之后开创的另一个时代啊，3支 team 的这个 MV 啊。但是目前为止的话，是公布了2支 team 的 MV，分别是他们这个新队啊，叫 Team Passion，另外一个是 Team Dream，这2个队伍是公布了自己的新 MV 啊。然后还有一个队伍，截止本视频拍摄之前啊，还没有公布啊。原本计划是用3期来回顾一下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前2期，就是这前2支这支队伍啊，这2支队伍发布的 MV 呢，偏舞蹈方向啊。那我们就把这2支队伍啊先合成一支啊，然后至于第3支队伍的 MV 是什么样，我们到时候再说啊。这2支队伍呢，我们今天先来看就是 JKT48 的 Team Passion 啊。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分队的这个组织啊。首先啊，这个纵观这个历史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作为 AKB48 最早的这个海外团啊，就是在印尼的这个 JKT48 啊。我对于 JKT48 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 CNDUP 啊，就是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代的记忆。然后后来疫情嘛，不是 JKT 这边是有好多人都裁员了，然后就宣布啊，进入他们那个 New Era 新纪元，就是把原来那个队伍什么 Team K3 吧。好像还有个 team 勾几啊，我忘了，这个忘了。然后把原来的队伍模式打散啊，然后只分为正式成员跟非正式成员。然后经历了这个纪元之后呢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了，已经过去了，对吧？然后他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，就是把疫情下留下来的这些人啊，又重新分成了这个3队啊。这3队分别是今天我们一会儿要看的这个 Team Passion。然后第2个队也是一会儿要看的 Team Dream， 以及第3个队啊 Team Love。那么这3个队我刚才也是看了一下人数啊，基本就是16人左右啊，这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分队了。我们今天看的第1支 MV 呢，就是来自于 Team Passion 啊，他们这个 MV 呢 AKB 也是有原曲的，就是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啊。很多人对这个歌曲可能没什么印象，其实我也没什么印象。我一开始看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原创歌曲呢，后来一听这个旋律啊，这应该是 AKB 的，我还查了一下。原曲是在应该是21年的时候公布的。大家想一下，21年是什么情况啊？我就不过多说了。然后就是这支原版 AKB 的48那个 MV 呢，其实也是以舞蹈为主，能看出来当时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啊，它能有 MV 就不错了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 JKT48 版的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 MV 啊，究竟是什么样？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支新的 MV 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废墟之后绝境重生吗？这个舞蹈这么来一看，挺像46系那边的那个感觉，挺像局版的那个舞蹈风格。他们这个不会是绿幕抠出来的吧？我靠！哎，你别说啊，这个舞蹈跳的还挺不错的啊，挺整齐的，这应该是训练挺多次的了。
完了啊，这些人都不认识。他们这个好像是进了很多新成员，我好像最年轻的是11期还是12期，我给忘了。我们上期看的那个最年轻的是11期。哎，不是这个舞蹈，这明显不就是举板的那个手势吗？还有那个举树那个举之树吧，应该是。他这个原版编舞是谁？我还真没去查啊。有点吓人呢。哎呀，啊，这是什么浴火重生凤凰吗？这个看起来很不错啊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我们接着来看第2支 MV 啊，这是 Team Dream 啊。这个一看这个颜色就知道应该是什么歌曲了吧？最标志的豹纹啊，这个前奏一响啊，就知道了，这是男波的歌曲啊，呵呵人类啊。你别说啊，他们这个多巴胺配色还配的挺好看的。他这个多巴胺配色是好看，但是是不是有点非主流味儿？哎，这个旋律还是魔性的。
他们他是专门去港口拍的吗？哎，为什么感觉基尼的这个成员长相差异都很大呢？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两支 MV 啊，分别是来自于 Team Passion 的这个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啊，以及来自于 Team Dream 的这个呵呵人类啊。这两支 MV 就简单说一下，就是很明显啊，这是为了就是迎接他们这个新时代而搞出来的。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每一位成员啊都能进这个 MV 的拍摄啊，但是能看出来啊，因为拍的人比较多，所以说这个成本均摊下来，这个质量相对来说就差一些啊。但是，这个毕竟肯定就是利大于弊的啊，就是所有人都能上线啊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这个疫情这么多年挺不容易的啊，这个团能存活下来啊，那都已经是奇迹了。你像 SGO 都已经直接就疫情时间直接就被冲没了，所以说。这个重新出发之后，能有这样一个形式让粉丝来认识这个成员啊，我们还是倍感欣慰的。多的也就不说了，我们也祝 JKT48啊，能在这个他们创造这个新时代里面啊，有好的表现哈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